各位好我是 TNT 的 Jacky。那今天我们来为各位介绍我们针对 S&T 98K S&T 新的 98K 所制作的一个 CNC 的 hub 套件 TN2， 还有它的钢制可调扳机3铁组可调铸铁，还有跷跷板跟丝牙这是钢制染黑的那是 CNC 制作的 hub 座那它是沿袭我们针对 VSR 的 TM1 所开发的一个 TM2 它一样是采分离式的一个上盖结构挡弹器那我们直接置入以后，可以去很精准的去看你的 hub 的压量是否有置中那完成以后，我们再组装在枪上。那今天我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装的一个教学那我就用短管来代替那它原厂对应的内管是490 mm这是它原厂的内管那因为我们组装为了要方便让各位去了解，所以我用短管来代替组装的一个方式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常规的内管常规的内管。那我们的标配我们套件所标配都是 HLR 狙击枪用的 HLR 的一个胶皮那它首先的组装我先为各位来介绍它的一些零配件这是它的挡弹器这是它的挡弹器的一个结构。那我们采一个上盖的方式做一个组合那它本体是 T6 CNC 制作这是对应原厂的一个锁点，还有它所有的位置那这一款产品是我们 TNT 与 DARK 达克工坊所制作的一个联名款的一个套件针对 S&T 98K 所来做的一个套件那我们先把组装把导弹器给装上去。那挡弹器置入以后呢，基本上它是不会掉出来的它是不会掉出来的那我们内管呢，先装上 HLR 的胶皮那记得我们的侧边的挡块右边侧边的挡块要把它修平。那我们在外部呢上一点点细油比较好置入它的本体，因为我们在本体制作上面的尺寸抓得非常的命活所以我们要稍微上一点油那慢慢置入那置入以后呢，我们把内管推到底的时候呢，它就会刚好它的锁点就会在侧边的这个卡槽上面，那我们采左右2颗螺丝来做一个固定。先把内管跟胶皮组把它置入它非常的紧实，它的尺寸非常的紧实。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内6角固定螺丝来做一个固定我们左右是采内6角的螺丝固定我猜这个我们是用平头的内6角螺丝来做固定，我们稍微先上点螺丝胶，然后慢慢锁入。那我们卡住内管的时候呢，先不要去锁紧让它有左右可以转动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紧度就可以了，先不要锁得很紧先不要把它锁得很紧让它有一点可以调整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置入，我们会附上6×6的压块
啊，这是狙击枪专用的6x6的定点定位压块，啊，是这个孔位都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密合，啊，那我们在压杆上面呢，会附上一条回弹的弹簧，啊，那我建议在各位在置入这条弹簧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各位上一点油，哦，膏状的油，让它不容易掉下来。啊，置入这个弹簧弹簧位置的这个孔位，好，这样它不容易掉下来。再把它置入，置入以后，我们插片再把它插上，插上以后，它这个样子就可以做一个 hop 调整，它原厂就是一种垂直下压的调整。那我们调整的时候，我们先模拟调整下压，看 hop 的压点有没有在中间。啊，比如说我现在调整好了，好，那现在 hop 有在中间，它的位置有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的上盖锁上。好，我们有附上2只螺丝，把它锁上。把它抓整以后，把它锁紧，锁紧以后再把左右2颗螺丝稍微卡紧，把它卡紧就可以了。这个方式来讲的话，会比原厂2片式的组装来的方便很多。因为2片式的时候，我们在组装，我们还要去压那个挡弹器，以后我们才能很完整的把 hop 做左右把它合起来。那现在我们把它改变成它是一体整块铝压设计 CNC 做的，所以它在组装上面会非常简单，而且你在检视 hop 的压点是否有在置中的位置，也非常的明确啊，不必去拿东西去顶那个挡弹器才能看得到它的压点啊。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组装就已经是完成了哈，它完成以后就是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在 hop 组装完成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螺丝再锁进去。好，那组装完成以后，它就是一个成品。啊，那我们在贩售的时候会有单一个 hop 座，或者是 hop 座搭配管皮整组的。啊，那我们这一次针对这把枪的产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扳机可调3铁，它长得非常像 VSR 的规格，但是它不是 VSR 的规格，啊，这是特别针对这一把枪的扳机组去做的一个量身打造的一个可调3铁组，啊，那现在我们在影片里面都会为各位来解说这把枪如何去拆装，如何去更换这些升级的改装套件。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一个拆枪的一个环节。好，那首先把这个往下压，往前推，这个东西就可以抽出来。固定环抽出来，上护木就可以拿掉了。啊，这是它的上护木。啊，那这2个留在这里。再来，它左右2侧有2个固定环，啊，我们使用尖嘴钳把它转开，啊，这是右边的，好，还有另外一边。那我们把它翻起来，先把弹夹取出，这是它的弹夹，它是沿用1903的弹夹。好，在
护弓的后方有一个1字的螺丝，好，我们把它全部放开。这是护弓上面的1字螺丝。那护弓的里面，这里有2颗10字的螺丝。整个小底，应该是这样。啊，我们这边有2颗10字螺丝，小10字螺丝。这时候护弓就可以把它取下来，这是它的护弓。好，这时候我们上下枪身就可以分离。这个就是它的木托。啊，这个就是它的本体。啊，那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先拆前段部分。啊，前段的部分是这样拆，在金弹结构这里有2颗螺丝，我们先把它拆掉。先把这个金弹结构拆下来，这边有2颗螺丝。好，侧边1、2、3、4有4颗螺丝，把它拆掉。好，那原厂的螺丝呢，都有比较短一点。那我们再把它翻开，这边是调整 hop 的一个调整的位置，我们要把这个调整螺丝放松。好，那现在它是压住 hop 的调整杆。好，我们先把它放松，放松到这样就可以了。好，直接把前段抽出来。这个就是它的 hop 座。啊，那我们再把这边抽出来。好，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它原厂的 hop 座，它是把压点直接坐在压杆上面，它左右两片结合。啊，那它在拆装或在组装上面会稍微有点麻烦，而且它并不是很牢靠啊。这是它原厂的一个 hop 结构，那我们先把它放旁边。那再我们拆扳机组啊，扳机组的话啊，我们就先把这2颗螺丝放开。拿个1字把它翘起来，这就是它原厂的扳机组。啊，然后这时候数值抽出，这个就是它原厂的气缸。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制作它的一个钢制气缸头。部分呢，我们在它原厂的气缸头是铜的，那我们有特别为它制作一个钢制的气缸头。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结构上面非常的不一样。啊，原厂是采单段，就是固定一个外径。啊，那我们制作上面呢，为了增加更好的气密，我们采双段的一个设定，就跟 VSR 很像，但是它不通用 VSR 规格。啊 ，VSR 的规格它的盖子过于太厚了，啊，它会把前段 hop 座给撞坏，所以它这个气缸头是为这把枪特别定做的，量身打造，这是钢制品。这是钢制品，那我们待会也会把它换上。啊，那我们先拆开它的气缸，啊，一样使用尖嘴钳把它打开。
这是它原厂的气缸，它原厂的活塞顶杆，还有活塞弹簧，还有尾顶杆，这是它原厂。那因为它原厂的活塞跟尾顶杆跟顶杆，它的公差过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建议各位把它的这个公差把它补小一点，让它误差少一点，稍后我们再用可调主铁去调整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把活塞拉到定位，让它不上翘。这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 DIY 的方法那有强度不高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这样子处理的这个我在这个部分让它与活塞的内径跟主铁的外径这里把它的公差补小这是它原厂的结构。那基本上呢，这个东西它是通用一般市售的 VSR 的活塞跟尾顶杆它是通用的那我们稍后也会换上这一组，或者是用这一组来为各位来做一个演示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原厂的活塞跟尾顶杆来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那我们一样再把它装回去。那我们把这个公差处理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再装回去。那换上我们的钢制气缸头这是钢制品。把它锁紧。它原厂的气缸就已经是钢制的，那我们再换上钢制的气缸头的话，它的强度上面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 OK。那先我们把它试入。这个部分先放着我们现在来把它的主铁拿起来，把扳机组拆开，4颗螺丝。这个它的拆装方式跟 VSR 都非常的像，我相信各位如果有一点 DIY 的功力的话，基本上这些更换的动作都不是很困难它最后一只螺丝因为要固定跷跷板，所以它比较长这4只螺丝是比较长待会在装的时候不要装错了。把它扳机壳拆开，把这2铁拆下来，把这条弹簧取出。我们就把原厂的这个3铁先放旁边，我们换上改装3铁。我们把刚才那条弹簧放进来，这个尺寸非常的准。这样子，我再把它放进来。把长的放在第一只，稍微做个固定。有时候先测试看看，它是动作正常的然后我们再把其他3只放回去。那动作是正常的，再把它，再把固定的扳机固定的螺丝先锁回去。先固定好位置以后，再把它锁紧。这时候我们再把它的主铁、尾顶杆主铁放回去。
样就放回去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它好不好推。基本上有点不是很好推，这个时候我们会附上一支1.27 mm的内流角，让各位去调整。好，我们稍微把主铁往下拉，因为它45度的原因，它的活塞会上翘。那我们现在稍微把尾顶杆往下拉，把整组活塞往下拉，让它活塞跟气缸更同走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小螺丝稍微锁。把主铁往下拉，它就会把活塞整组往下拉。那我们试试看，非常的轻松，45度这样子已经非常轻松，我用甩了就可以进去。好，那基本上调整成这样就可以了啊。那如果各位换上金属的，也是一样这样子处理。它是钢制品，我们会附上一支1.27专用的调整内六角扳手给各位。好，这个扳机跟气缸的部分已经完成，那我们现在来装它的前段的部分。那前段呢，它这里有一个防呆的一个结构，有看到吗？它并不是圆形的，它有一个防呆的结构啊，刚好是卡住内管这个切角的部分。把它压紧，好，那螺丝孔会对齐。它里面有一个回弹的弹簧，我们要稍微压住，然后再把它置入。你看置入以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进弹的结构上面这2个孔先对齐，对齐以后这2个孔先稍微做固定，先锁这2个孔，先锁这个进弹的结构，这2个孔先把它固定起来。好，那侧边这2颗螺丝呢，因为原厂实在是太短，而且固定的强度不足，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会换上2只比较长的固定螺丝给各位啊。好，那原厂的固定螺丝稍微偏短，而且固定的强度可能会不足啊，所以我们这2只侧边2只固定螺丝我们会换比较长的，一样是抿头的固定螺丝给各位啊。那我们先把左右2侧固定起来。那前端这一支呢，一样就用原来的就可以了。好，那另外一边，基本上这样起来，它前段就非常的坚固，而且不会摇晃。好，这时候我们再把木托放回去，再把木托，先前面冲回去。它已经到定位以后，我们再把护公主放回去，拿后面的螺丝。好，扳机里面2只小螺丝不要忘记了。
这部分完成以后，侧边2个纽扣。再另外一边，再把上护木画画，这个按照原来的程序再把它装回去。好，这样就完成了。那我们试试看。非常的好推，非常的好推，非常的轻松。那调整 hold up 呢？它一样是在这个部分。要把 hold up 这个螺丝锁上去。啊，那调整 hold up 就是顺时针转，它就是蹬到上沿；逆时针，它就是蹬到下坠。啊，那建议各位，因为它是狙击枪，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它至少使用的弹重在0.36以上，啊，它才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以上就是为各位做的一个针对 SMT98K 所研发的改装套件的简易拆装跟解说。好，谢谢各位。